来吧，新玩具，今天我们来玩官方新出的这一套超级人来，其实是2套了，而且是不同的系列。车头的版本放在了 MP 的原始编号里边，定到了60，而带车厢的版本放到了 MPG 的编号。那说明书因为是3C 版本，所以会带2份啊，其中有一份中文的，但是参考意义真的不大。它的变形顺序如果按这个来的话，有一些地方是会绊到的。人物卡还带了一张贴纸，这个也是在后边补充一些细节。我们先来看单车头版的 MP60吧。整体来看，其实个头并不大，拿起来还有一定的分量，因为整个的车头这一块壳子是合金的零件。车头的长度在15公分左右，其实并不算很大，小巧玲珑的啊。其实这个大小我目测一下，感觉跟 SS86 的车头似乎差不太多，甚至比那个还小一些啊。配件的方面会带2把枪以及它的特效件，这回的特效件带的也很不错啊，挺好看的。轮毂上了银漆的涂装，不过整个是塑料的轮胎，变形到位，推车滚动还是挺丝滑的。电镀的这2个大烟囱啊 ，MP60版本这个小人是电镀的 ，MPG 的那个这里是银漆，变形也很简单，打开腿部这里的扣子，脚尖这样拉出来，然后注意胯部的这关节啊，旋转，转出开口，再放下来，简单的一些可动。小人的造型来说还可以吧。进气格栅是一个带弹簧的盖子啊，松紧度还是挺合适的。但是从底盘来看，需要注意你的裙甲裆部中间这个扣子一定要对准。当小人卡进去的时候，中间这里会顶出一根棍子插到这个扣眼里边。蓝色的透明车窗，车头和保险杠这里都是银漆的涂装，并没有压透明的零件，光靠这个凹洞其实也挺好看的。360度看一下车型的样子，完成度还可以啊，而且这一款的变形也很简单嘛。那我们来变一下吧。首先把腿部变出来，很简单。注意往下拉，在腿后边这里有2个扣子。说明书让你直接90度掰下来，其实这个是做不到的。你得先把腿中间的扣子卸松，一条腿一条腿的掰。根部这里还有一个齿轮关节，因为啥呢？你2条腿同时掰的话，屁股后边这个蓝色的凸起方框和这个扣子啊，其实在这个地方绊，然后小腿这里的连接插孔翻折进去，脚尖翻出来，整个脚踝中间往下拉。车头的变形这一块有一点麻烦，我们要顺着这个缝隙，先把这块面板翻折过来。但是这个面板不要想着能完美的贴合，它就这个样子啊。打开这个后方方框扣子的时候啊，要往后拔一下，中间这里有一个插销，借着点韧性把它掰过来，然后往起翘一点点，斜45度。官方也要用韧性变形啊。然后在解锁前方这里，中间有插扣，上方这里和中间前方这里的插扣，把这一块的合金盖子整个的拉开，腾一点空间出来。接着下方这个地方有一个扣眼儿，把它提起来。我们要顺着这个关节往下斜着，再撇一个45度，撇成这样，顶开，撇到45度，这个空间才够把它小臂旋转过来。边旋转，再边把这个地方掰正。小心一点啊！这一回红色的料子材质就是探长的那个饼干料子，很容易掰很断裂啊。但是在胳膊肘的这个位置，看起来目前还挺粗的啊。好，把这一块整个的挪开，翻到头顶来，掰开，旋转180度，放下去，把脑袋释放出来。接着我们顺着这里的双关节往开拨，这个双关节拨到位，扣子跟这里对上。依旧是在旋转的过程中，千万小心这个地方的轴。玩起来小心翼翼的。主要是这个料子太脆了，
好，整个的肩膀我们已经拼合过去了，把肩头立起来。刚才我们折45度的这一片呢，再反过来贴到中间的凹槽去。编到这一步，官方就让你盖盖子了啊！但是呢，其实为了方便操作啊，我们先把这块立起来，腰部的关节稍微弯下去。现在需要把胸口里边的这2个零件抠出来，哎，挡肉的一个造型零件，小三角放下去90度，再把腰侧面这里的小三角去打开90度，遮个羞。哎，这个时候操作方便多了。我们再把这块车头双关节回归，注意一下中间这个地方的扣子啊，这里是一个主要的结合点。腰部就可以旋转180度，拧到正面来。最后顺着小臂这里打出来，把拳头拧正。整体来说吧，把玩的变形难度其实一点都不高啊。但是因为官方说明书指示有一些步骤是比较难扣的，如果你先把这个背包扣上去了，你再想要把这一片和这一片抠出来，这且费着劲呐。所以呢，也是在扣合之前就先把这2处搞定，效果会更好一点。这一款是红色的眼睛，头雕做的还挺好看的。但是也有细心的老哥发现，这个跟当年的设定图、电脑渲染图的时候并不太一样。一直他们说是模具开错了，这个咱们还不敢确认，就是看后边官方会不会有什么回应吧。我估计也够呛啊，这个现在已经做成这样了。脖子360度的旋转，点头抬头，这个也是变形的机构。肩膀360度旋转没有问题，平举，其实它是2段关节啊，从这个地方带有齿轮的也可以举到很高了。这个时候呢，里边还可以拖出来腋下的一个关节，所以举得很高。另外呢，这个地方还有蝴蝶关节，但玩这个时候的小新啊，这地方穿了很多的轴。二头肌360度可以旋转。胳膊肘一段曲臂，这一个关节就可以折起来，这么大的幅度啊，很好。手腕左右可以旋转，4指连在一起的打开方式。此外，腰部还有一个摆胸的机构，哎，这个在可动上面也增加了不少。360度旋转的稍微弯一点，这个是变形的机构，没有问题。然后胯部重载区就来了。我之所以说这个红色的料子材质特别的不好啊，是因为啥呢？看，薄薄的一层，然后连接在前裙甲上边。这个我没有变形，我没有把它张开，因为我前面已经看到别人这块悲剧了。就在没有变形的前提下，它这个地方都已经有了白痕，似乎都快开始撕裂了。怎么说呢？其实这个料子的手感也好啦，包括它表现出来这个特性，很像当年 MP 探长的那个材质。然后呢，它裙甲是分3片的，左右的这2片单独活动下呢，根部这里还有一个插扣锁着侧面的这个轮胎，所以它的侧裙甲是要这个东西去锁的。你在推车活动的过程中，这一块其实跟大腿根部这里是不连着的。竖着下来的一个 L 型，很容易活动，仅靠这一个轴的力度去支撑。关键是这个轴的根部是薄薄的这么一点点连接处，所以我不是说我不想展示这个东西的可动啊，太多人悲剧了，谁爱掰谁掰。然后来说一个设计挺怪的地方，它这个胯部的轴为什么做成了后折叠的磨盘双关节？哎，这个很怪异啊。如果说你是为了涉及到变形机构呢，光靠中间的这个齿轮关节已经可以实现胯部的变形了。但是它做了一个后转盘下拉。哎，理论当中我们现在看到的魔丸设计的前转盘是这个样子的。它是为了增加胯部的前踢范围，对吧？但是
后转盘是为了啥？还没齿轮，就单纯的就是一个转。后来我也想了一下，可能是不是他们已经考虑到这一块红色的连接处不靠谱，所以往后折叠下拉，来让你的腿部加长了以后，哎，就可以稍微的前提，在不活动这一块零件的情况下，哎呀，别出心裁啊，这个设计想法很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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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保证了玩具的稳定性，也不容易损坏玩具。难道是设计师在知道了这个材质不靠谱的情况下的一个取舍之举吗？我估计也够呛，我是这么瞎猜的。大腿根部左右可以旋转，膝盖这个地方这一段关节就已经能折到90度了，但前方这里还有一个钩子，我们把它脱开，这里是一个双关节，哎，还不能往下拉，哎，稍微的挪开一点，哎。所以呢，这个膝盖的双关节最大幅度可以把腿叠起来，可动性都是非常不错的。最后，脚踝的接地范围也很大，前后也有活动的环节。所以呢，这款人来车头又是一个活跌货，这一块千万不要动。怎么说呢？它这个是设计根源的问题，因为这一块支撑的力度啊，不足以表现在这个根部的轴上边。它又要卡这个轮子的边缘，又要作为一个转轴去活动，但是薄薄的一片红色破料子，还一个很紧的转轴，在这个杠杆之下，这个根部根本就撑不住。你就算换成合金，其实都不一定靠谱。我觉得这个就是设计底层的原因啊，这块做的太危险了。主要是这一块连接的地方不足2毫米的一个宽度，太细了。所以后续也是希望什么第三方配件包公司啦，或者说闲鱼手艺人了，能出一个这一块红色零件的一个替换。我觉得用尼龙材质都不靠谱，尼龙材质偏软嘛，很容易揉变形了，直接铸合金，还别用那种很廉价的新合金啊，用点好合金。最好弄个不锈钢的，哎，我估计也才能支撑得住吧。再有就是很重的一个大合金背包，腰部这里只是一个轴，没有固定的卡位，胯部这后边莫名其妙多出来一个外托的轴，所以就导致了这款人来车头就很容易这种水蛇腰，哎，一顶，哎，倒是蛇年嘛，很应景。再来看这个带车厢的 MPG09 版本，推车滚动、轮子接地的幅度都是没有问题的，包括前方的车头转动，即使说你把这2个小枪卡在这里，也是完全不影响的，范围还很大，挺好的。车头的变形，因为基本上都是一样的铜模具啊，只是配色的不同，我们就直接来看一下它的合体模式。但是有一点要说明啊，车厢版本会带一大一小2个小人儿。可以变形的这个大的呢，背后这里又变成了银灰色的涂装，不是电镀了，颜色跟 MP60 的不太一样，这个会更加的鲜艳一些啊，而且涂装上面点缀的也是更加细致了一点。胸口这里印着一个汽车人的 logo， 但是刻线方面也是看网上那个课代表研究了一下，这一块开幕好像也是错误的，这应该是一个方洞的凹槽，结果呢也变成了2个横道。还把这个汽车人的标志给印在横道上面啊，从中间斩断。另外一个不可变形的小人就摆了个姿势啊，这个小人的主要互动是为了放在车窗这个位置，能透出来，哎，进行一个驾驶。但是你站着驾驶，也是这里边没有座位的空间啊。好，把它嵌进去以后，可以从透明的车窗里边看到小人放在这儿。哎，也不错的一种玩法吧。其实这个就很简单啦，直接脱开下方这里的膝盖2个关节的钩子，稍微往后折一点点，因为并没有齿轮的定位啊，差不多折过来就行。主要是通过这2段的关节啊，来回的搓动，让烟囱后边电镀的这个插扣插入小腿侧面的这个方孔里边，所以这里需要进行一些调整。没有个确切的点，
凭着感觉来，哎，还得来回调一调。这也是好多人说最后卡进去的时候，第一个有一些绊腿，第二个这一块好像还是挺容易撇断的什么的。我看有好多的人这一块断掉了。具体的原因嘛，就是没有一个定位的地方，所以呢，尽量啊靠自己的目测吧，把这条腿摆成垂直的，拐弯下来，这两个轴略微的调整一下，这样就好了。然后看车厢单独拿出来的时候，这里可以翻出两个脚架，支撑在这里，后边打开这两个跑道的盖子。里边的空间其实不大，只有这么深，所以呢，这个空间里边最多也就是站一个这样的小人儿。车厢的密合、缝隙这些对的还都是挺准的，毕竟中国的代工厂模具精度上面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但是中国代工厂很容易出现这个料子的问题，为什么？好像那一次探长的饼干料子也是中国代工厂做的啊。好了，话题扯远了，我们来变吧。说明书让你先往出翻这一块的条，这一块，这就是说明书的步骤错误了。你不要先把它翻出来，明明没看着吗？这两边左右卡着锁着呢。先开这两边，把这儿打开扣子，你再翻这一条。哎呀，这个说明书都画不明白。这一片扣子折叠贴上来，然后顺着上方的这个长条揪着这里，整个的拉开。拖松，整个的这一片再往上翻，顺着这里边蓝色的部分，把这一条卡到中心来，双关节跟这儿贴上去就好了。它这个顶子上边并没有插扣啊，左右这里会有两个小凹槽挂着，这样去贴合。然后这两个脚架我们收回来，前方蓝色的零件。根部的扣子卸开，这一块板子特别的薄啊，小心一些。我们要把这一块拉开，主要根部这里有这么一个方框的零件卡着边儿，把它对折，再对折，一个 Z 字放下来，这一块的一个 Z 字搓下去，搓到中间。所以用官方的变形方式直接往开翻呢，是需要韧性卡出来那一块的啊。你为了避免损伤啊，你可以先把这个扣子拨松，拉开，然后手抠着下方，跟这里撬一下，哎，再挪出来。这块本身是能拆开的，哎，这样就好一些了，避免不必要的损坏。但是吧，这个地方这条腿还好啊，贴上去以后挺紧实的，这一块就行吧。接着脚丫子变形，这两个大方块根部其实还有一个齿轮关节，侧面这里有一个扣子，我们一边拨着一边往里压，嘎巴一声，还挺清脆的。折开，再整个一大块旋转90度放下来，再贴回去。哎，脚的这个变形还挺简单的。最后看上面，拆开后边这里的卡扣。和侧面这里的卡扣，把胳膊旋转放下来。它这里是一个维度的咬合，和这里连接，和银色后面连接。我为什么总说这个红色的料子材质不好啊？你看，这是它穿轴的位置，都已经变白了。还有它下螺丝的位置。螺丝拧进去，已经把这根部全部撑白了。官方很容易在红色的料子上面出问题。当年第一次发现红色料子有问题的时候，好像还是在 FOC 时代的。然后，哎，我们把这一块整根的拉上来，左右的这两条贴住，这一块折平，顺着这里边的扣子、齿轮关节往后翻，卡扣对准，这里插合。胳膊这里顺着二头肌旋转90度，然后拆开这一层，再拆开这一层的盖子，全部打开之后，大手翻转出来，然后脑袋从这个地方折出来，后边这一条侧面双关节贴上来，再根据上方这里锁一下，折叠，哎，
个背包我们就锁好了。到这一步再来看一个代工品质方面的问题。总说人家越南代工咋地咋地啊，看看这中国代工，高低错着位呢。这块不知道哪儿拧歪了，好在是这个里边不太影响变形合体的机构。我们把腰腹部的这个零件打开关节轴，在滑的这个过程中，侧面这里的2个凹槽是放烟囱的，前方这里有2个卡的地方是放这个扣子的，再有这2个凹槽卡前轮，就是这么几个定位的点。哎，压下去，全部扣合好，把这块腰部的零件再装上来。仔细的检查一下，这些缝隙都对平了，然后顺着2条腿中间的凹缝，把这个脑袋划过来。这里边是有扣点的，把这个插扣对着里边的空槽旋下去。但是这个问题就又出现了，我不知道这一块有没有其他的扣子了？好像并没有啊，说明书也并没有指示，直接让你翻折放下来就行。但是这块我后边已经扣到位了，前方这个地方还是压不齐，会顶起来。好像挺多人都是这个问题啊，脖子压不平，凭空悬着一颗头，就跟这个地方是一个道理。最后肩炮可以卡在这个洞里。当然，盒子里边还带了一个这样的小三角区，你可以选择性的进行装饰。另外还有一对手型的替换件啊，现在是红色的手指，蓝色的手掌，它这个可以统一成全部蓝色的。合体的头雕这个造型做的还不错吧，但是觉得这蓝色有一点掉眼啊。额外还有2颗替换的脸部造型，这个也是之前我看那课代表发的，好像建模的时候跟这实物有一些出入啊。原先这个地方好像还有一个凹槽斜下去的，而且建模里边的那颗头雕也比这3张脸都好看一些啊。不过官方的这个啊，就算改完了以后，还是挺有神韵的嘛，对不对？里边还带了一个透明的支架托，可以和之前官方产品带的那些支架进行互动，卡在裆部的。一对放必杀的特效零件，这就是日系的动画片，后边就开始放魔法了。变形金刚放电流，其实这个按用科学也说得过去啊，也说得过去。合体后的人形头部360度旋转，左右可以歪头，前后没问题。肩膀这里是一个齿轮关节，360度的旋转，把这个盖子打开，平举能举到这儿吧？不敢再举了，这根部已经到头了。然后通过另外的一段关节，还可以更往高一些，并且在蓝色的零件这个地方有一个下托，也就是说你可以把肩膀整个的拉出来，哎，再跟这样平举，独立的活动关节，外折的幅度还挺大的。二头肌360度旋转。胳膊肘一段关节可以折到135左右，手腕可以旋转，下3指连在一起，2段关节，腰部左右齿轮旋转360度，挺清脆。这个地方还有独立的弯腰关节，拳夹打开，前踢齿轮关节90度很稳定，后踢造型的干涉大概45度，侧踢齿轮关节90度也没有问题。大腿根360度旋转，膝盖一段齿轮关节也能折到135，这个范围还不错啊。里边的挡肉零件做了假的液压刻画，很漂亮。大脚板的整脚接地只有一道，就是一个齿轮拨片。最后也是把胸甲的能量战士往上一扣。那么好，以上便是这一套超级人来的合体模式了。合体后到头顶在28公分左右，单体人形的高度18.5公分左右，小人4.5。当然最后还有个所谓的基地模式啊，我们也是把这个胳膊先回归一下，打开这些扣子，拳头折回去，压平，往内折90度，飞头顺着这个凹槽撅起来。在车头拖出的时候小心一些，尽量还是我建议把这2个方框先打开，然后下方这里顶，一点一点的往前推，
划出来，然后把这个脑袋就直接装进去就行。胳膊举起来，侧裙甲这里打开，往上翘，然后把胯部整个的打平，顺着后边这里打开这个连杆，我们往前翻，左右这里张开，贴上来。后边的背包这一块，我们直接把它拉出来，先折平，然后顺着这边的有2个扣子，我可以把它脱开，然后下方这里整个都跨过来，中间这里的凹槽是刚刚好放大腿的。这一面呢，我个人感觉把这个抠出来吧，卡平它，然后顺着这一圈再往上折一下，给这儿整一跑道出来，也挺好看。侧面的这一片翻折180度，再把这个跑道翻出来。其实说明书就让你变成这个样子，但是后边这里悬空并没有什么支撑点，你完全可以把这一片板子打一个90度下来，放在地下，刚刚好进行一个支撑。所谓的要塞模式基地形态就变形完成了，有3个跑道就叫基地，果然是没错的。那么最后也是总结一下吧 ，MPG09也好 ，MP60也好，官方在做超级人来这个角色的时候，用了一个很简便的设计，而不是像曾经 MP3.0时代那种非常复杂、极致还原动画片里边很多的零件去分件，使用了复杂的变形过程来增加2个形态的还原度。而这一次会有一种返璞归真、更简单的去把玩这种变形设计的乐趣确实也能体会到回归了 MP2.0时代的变形步骤感觉，而且处理的效果其实还是挺高效的，增加的美型、增加的可动都是这一套产品的优点和细节。但缺点也很明显，这一套是自探长之后又一个 MP 大师级的翻车之作，在做工也好，用料也好，这一次的品质真的差了好多。也有可能是网友猜测的那个样子这一回的代工厂并没有看懂之前的一个设计方案，所以呢，导致最后在加工的时候模具都开错了。玩家的这种猜测不是空穴来风，你能在玩具上边很多的细节方面体会到这一点，尤其在变形结构如此简单的情况下，为什么还会出现大面积的断件呢？材质是一方面的原因，我想更多的原因应该不会归功于所有的玩家把玩不到位吧。关键最难的是，现在国内无论是第3方也好，还是第4方，乃至于一个 KO， 你都有机会去售后，而你玩官方正版的变形金刚还是大师级的产品，你想售后很难很难，除非在特定的指定店铺里边开箱还得全程录着视频，条件特别的苛刻。在上期每周刊录制之前，我正在试玩这一套的产品，所以在每周刊里边我说这一套的体验极其的糟糕。当时发出来以后，看评论和弹幕里边，哎呀，把他们急的呀！还有一大堆人信誓旦旦的说，我手里的为什么没有事我这个怎么样？你们就是故意来黑的。你问他真的有吗？你问他真的敢掰那个裙甲吗？打个字而已嘛。当然也有人会换一种角度说你当时在 KG 的那一套里边，你说怎么样，怎么好，我说的好了吗？ KG 那一套的问题是设计的问题，它是一个第3方，一个小作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设计师做出来的产品。好家伙，您世界500强大企业，优秀的设计团队，这么大制作的公司，您的产品再连它都不如，您哪儿说理去？曾几何时，3家第3方召唤 MP， 曾经官方用多多少少神设计、神作品来教这些第3方怎么做某一个相关的角色，忘了当时的 MP 辉煌时代是什么样子的，而如今呢，变成了官方的产品出了问题，要拿一个更差的第3方产品出来做比较，来为这一款证明它更好。这个不就是本末倒置和黄梅一样的倒果为因吗？当你跟他在聊产品质量的时候，他在跟你聊版权；当你在跟他聊版权的时候，他说你曾经拍过 KO 的产品，你不配去打假。当你把一切实事求是的摆在这里，放在台面上面展示给他们看的时候，他说你人品不行。反正官方就有理呗，官方最有理。官方你看看这块面板上
这大水蚊子。反正你不管跟他们怎么说，东西好不好已经不重要了，喷你才是最重要的。这就是这些孩之宝忠实的粉丝们，又或者说他们可能都不是粉丝，他们可能都不买玩具。那为什么还要回应他们呢？因为他善，所以产品素质就是这么个素质。你再拿 KFC 的滑轴设计说事儿，也掩盖不了它质量就是有问题。总的来说，也是一个优点和缺点都十分明显的产品。最后呀，也是希望官方争点气，这么多年了，每一个系列一步步的走下来 ，MP 应该是最受大家欢迎的。最后一弹的收官之作就做成这样的水准，况且它卖的也不便宜。别总拿着版权不干人事儿，如果实在不行就把版权放了吧。那么得嘞，这套产品就是这样了。欢迎在评论和弹幕留下你的观点。这期咱们就玩到这儿吧。